所有人都在追逐英伟达，但你可能已经错过了它涨幅最疯狂的阶段。下一个英伟达在哪里？答案就藏在它背后那些即将被买爆的算力军火商里。就在刚刚，其中一家刚刚拿下一份价值142亿美金的史诗级订单。这不仅仅是订单，这更是一份宣言。旧的王权正在更迭，新的巨头已经准备好接管整个算力时代。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Leo 美股频道。在这里，我们每日拆解市场，聚焦价值与波段交易，分享最真实的实盘感悟。如果你也致力于在波动中寻找确定性，那就订阅关注，让我们一起提升认知与账户余额。今天这一视频，我们就来一次深度拆解扒一扒这4家公司背后真正的硬实力与潜在的风险陷阱。视频最后，我也会翻开我的投资笔记，分享个人的实盘观点与决策逻辑，全程高能干货，建议你先点个关注。下一波机会来临时，我们第一时间并肩行动。所有人都在说 AI 是未来，但有没有人想过英伟达的剧本真的已经写到头了吗？过去1年，整个市场都在疯抢 H100， 那感觉就像谁有卡谁就是王。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游戏的规则已经彻底变了。AI 的战场已经从谁有卡的军备竞赛，进入了谁能赚钱的商业化竞赛。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你一听就懂。上半场是挖矿，拼的是谁有出头；下半场是卖金，拼的是谁能把金子炼成真金白银。GPU 不会永远稀缺，下一波巨大的财富机会恰恰藏在那些能把英伟达芯片加工提纯，变成稳定现金流的生态公司里。那么问题来了，市场上公司眼花缭乱，哪些是真正的实力派，哪些只是气氛组？在经过大量筛选后，我们今天聚焦这4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 CRWVN、BIS、IREN 和 APLD。你可能看到他们最近涨了，心里一紧，是不是又错过了？别急，现在恰恰是你重新审视他们的黄金窗口。因为有些公司股价飞了，业绩却没跟上；有些公司还在起跑线，却已经锁定了未来3年的收入；更有公司被情绪捧上天，基本面却根本撑不住。今天这期深度分析，我就带你彻底看透谁是真成长，谁是假繁荣，谁能穿越牛熊，谁可能第一个出局，以及在我个人看来，哪一家最值得你重点布局。如果你不想错过这轮可能诞生10倍股的历史性机会，请一定看到最后。说到 AI 算力圈的超级明星 CRWV， 绝对是过去1年里最闪亮的那一颗。它的成长路径就是一套活生生的商业炼金术，从矿场起家，靠囤卡起势，再到今天成为英伟达最重要的外部算力合伙人。当所有人还在争论英伟达股价是不是到顶了的时候，有一家公司已经默默用英伟达的 GPU 签下了一笔142亿美元的超级合同。 CRWV 凭什么这么牛？关键在于它和英伟达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简单来说，英伟达自己不想下场做云服务，但它需要有人帮他把芯片变成真金白银的收入。这时候 CRWV 就扮演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外部算力搬运工，直接拿下了英伟达 90% 以上的合作份额。这意味着什么？当别人还在为抢不到 H100、B200 而发愁时， CRWV 已经第一时间拿到了最新的 GB300， 并开始大规模部署承接订单。更夸张的是，他的客户名单堪称天团级，不仅对接微软 OpenAI， 还刚刚与 Meta 签下了那份142亿美元的长期大单。14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已经超过了好几家中型上市公司全年的营收总和。而根据 CRWV 最新的财报，他手上积压的合同总额已经接近300亿美元。这代表什么？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确定性。你知道大多数科技公司是怎么死的吗？钱烧完了，客户没来。但 CRWV 的情况恰恰相反，是客户和订单排着队等他交付。它的营收和利润路径在未来的2到3年里几乎是被完全锁死的，只要按计划交付就是持续的现金流。换句话说，当别人还在拼命挖矿时， CRWV 已经坐在金山上开始稳定炼金了。我们来算一笔简单的账，当前 CRWV 市值约600亿美元，未来2年预期营收将冲向200亿美元。如果按 20% 净利润率计算，它的年利润可达40亿美元，算下来它的前瞻市盈率只有15倍。一个人在高速狂奔的 AI 核心基础设施股，享受着接近传统工业股的估值，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认知差和机会。横向对比更惊人， CRWV 吃的是英伟达生态里最肥的肉，但估值却只是英伟达的一个零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成长低估值的黄金买点。当然，高回报的背后从不缺少风险。CRWV 出身矿场，骨子里就带着激进，债务偏高，为了强卡建数据中心，他大胆举债，这是在为未来下重注。现金流不稳，大额订单并非均匀交付，会导致业绩季度间波动。高杠杆运作，这意味着它在降息周期中是乘风而起，但若重回加息环境，压力会瞬间陡增。但关键点在于，我们正站在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大门之前。市场流动性转向宽松，恰恰为它这种高增长、高杠杆的模式提供了最佳的安全垫。结论非常清晰，论爆发力，它是4家公司中最强的。
确定性，它手握近300亿订单，路径已被锁死。它的成功闭环、核心资源加顶级客户加强悍部署已经跑通。如果你能承受一定的波动，并决心要在这轮 AI 红利中继续吃肉，那么 CRWV 依然是那个最值得你压住的实力派。当美国巨头占据所有头，调一家从制裁风暴中幸存，在荷兰重生的欧洲公司 Nebius 股票代码 NBIS 正用一套技术加合规加本地化的组合拳，悄然卡住下一个 AI 算力高地。它的故事堪称一场失而复得的逆袭。Nebius 的前身是俄罗斯搜索巨头 Yandex 的云业务，地缘政治压力迫使这支精锐团队带役出海，在荷兰重建。这不是初创，而是一支拥有顶尖技术、成熟商业化和严格合规经验的正规军整建制转移。它的战略聚焦只有3个词：合规节能本地化。而判断一家公司是否被市场真认可，最硬的指标就是谁愿意给他开巨额支票。2024年，微软与 NBIS 签下一笔5年期、总额最高达194亿美元的长期合同。关键，这并非意向协议，而是具有交付约束力的实单。微软的信任票直接印证了2点 ：NBIS 的技术与合规体系达全球一线水准，其商业模式可复制能交付，不是 PPT 造云。这份实力在2025年 Q2 财报中得到爆发式验证，营收同比暴增 594%， 从1450万美元直线拉升至1亿美元，预计全年营收突破4亿，并剑指2026年100亿营收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它极有可能成为全球 AI 云赛道中第一个实现盈利的玩家。一旦跨过盈亏平衡点，它将彻底甩掉烧钱换市场的标签，进入自我造血的健康增长轨道。估值层面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当前市值约328亿美元。若2026年100亿营收目标达成，即便给予保守的5倍市销率，其合理估值也应在50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起步基准线。横向对比 AWS、Google Cloud 等动辄8到10倍 PS 的巨头 ，NBIS 堪称价值洼地中的洼地。更深层的护城河在于合规壁垒。欧洲对数据隐私和碳排放的严苛法规，从过去的绊脚石变成了今天的护城河。美国厂商难以完全满足本地化要求，而 NBIS 的数据中心全建于欧盟境内，能源与数据完全合规。未来 AI 算力进入医疗、金融、政务等敏感领域，只有合规云才有资格瓜分这块高利润蛋糕。它的市场是更高门槛、更稳定、更高毛利的封闭战场。当然，风险不容忽视。首先，它缺乏英伟达式的顶级生态背书，品牌知名度仍需时间积累。其次，对微软等大客户存在一定依赖，业绩稳定性与大客户战略紧密绑定，但这些风险更多属于高成长股的标配。在美联储潜在的降息周期下，它的资金压力有望缓解，中长期逻辑依然清晰。所以 NBIS 是典型的稳中带冲型选手，它不像 CRWV 那样大开大合，更像是一只兼具科技股成长性与公用事业股确定性的新蓝筹。如果你在寻找一个高成长、低波动、强确定性的 AI 算力标的，那么 NBIS 就是那个最具欧洲版 AWS 潜力的核心选择。聊完了拼卡的 CRWV 和拼合规的 NBIS， 我们要潜入 AI 算力战争。最深最底层的维度，一个比 GPU 更稀缺、壁垒更高的资源——电力。今天要深入分析的 IREN 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 AI 基础设施的想象。它的核心逻辑强大到近乎朴素，你可以砸钱买 GPU， 但你买不到稳定合规且规模化的电力。而 IREN 做的就是从最底层的电开始，自下而上的构建一套完整的算力基础设施。它不参与强卡混战，而是直接扮演 GPU 地主的角色。为什么电是下一代算力的王权？1万张 H100 GPU， 年耗电量高达 2.5 亿度，美国大部分电网已接近饱和，新数据中心的电力审批难如登天。而 IREN 正是那个提前锁定了王权的人。它已手握 2.9 吉瓦的电力资源，这是全球顶级的算力能源储备，并实际运行着810兆瓦的数据中心，相当于数十万家庭的年用电量。它的布局精准，聚焦于德州和加拿大两地，低电价、开放政策、高扩展性著称。更关键的是 ，IREN 正在推进如 Sweetwater 旗舰中心这样的巨型项目，规划容量高达2吉瓦，可支持超过6万块 GPU。这意味着未来当 OpenAI、Anthropic 等巨头需要部署下一代大模型时，很可能不得不像 IREN 这样的电力霸主租用算力空间。来看它的商业模型，一座高效的 AI 能源工厂，拥有 2.3 万张 GPU， 覆盖 H100 到 GB300 等最新芯片，目标在2026年实现5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折算下来，每兆瓦电力年创收高达1000万美元，效率显著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估值层面存在清晰的成长路径。当前市值约150亿美元，若2026年达成5亿美元营收，以 20% 净利率和25倍 PE 计算，
其合理市值应在250亿美元以上，而这还只是起点。IREN 仍处于快速扩张周期 ，GPU 在增加，数据中心在扩容，电力储备仍在增长。它绝非一家躺平的公用事业公司，而是一支正处于重资产投入期的 AI 基建潜力股。如果你相信 AI 将重塑每一个需要重算力的行业，从医疗到金融，从政务到交通，那么支撑这一切的底层能源系统，必然需要 IREN 这样的电力基石来保障。这很可能是一条3至5年10倍级别的价值实现路径，适合那些理解重资产价值、愿意伴随 AI 基础设施共同成长的长期投资者。聊完了3家各有护城河的核心玩家，我们最后来看这条产业链上一个特殊且颇具争议的角色 APLD。一句话定义它的本质，它不是挖金子的，而是在金矿边卖铲子、搭帐篷的基建商。APLD 的商业模式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它不运营 GPU， 不碰客户数据，核心业务是为 CRWV、Meta 等巨头提供数据中心空间。电力连接和冷却系统本质上做的是算力地产生意，开发基础设施，然后收租金和管理费。在 AI 建设狂潮中 ，APLD 确实展现出几个突出优势：第一，建设速度快，标准化模块加成熟交付体系；第二，布局早，规模先发，在2023到2024年快速抢占产能窗口；第三，或因为打入股背书，技术合作增强市场信任；第四，与 CRWE 深度绑定，短期订单充沛。因此，它在 AI 硬件建设的风口期确实赚得盆满钵满。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它的商业模式上，它能建，但不能涨价。首先，利润率偏低，相比拥有算力的公司 ，APLD 的毛利率明显薄弱。其次，议价权偏弱，大客户如 CRWV 占比高，自身话语权不强。最后，增长依赖持续新建，一旦客户收缩开支，就容易出现产能闲置。我们从财报也能看到，营收虽增长，但净利率长期徘徊在低个位数，需不断靠新项目维持增长曲线。市场一旦降温，估值容易迅速压缩。所以你可以把 APLD 理解为 AI 地产开发商 ，AI 行情火热等于地产旺势，它赚钱 AI 资本开支冷却等于楼市遇冷，它承压，它的业务本身不构成深厚护城河，且面临3大风险。首先，强周期依赖，客户订单随 AI 开支波动而剧烈变化。其次，资源不自主，不控 GPU， 不触达终端用户，不参与算力变现。最后 ，APLD 的估值逻辑偏传统，市场将其视为地产类标的，而非科技成长股。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晰的投资结论：如果你是偏短线、追风口的投资者 ，APLD 是风口上的好生意；但若你追求长期复利，看重利润闭环与护城河 ，APLD 目前尚不具备支撑你拿3年5年的基本面。它不是不能投，而是不宜恋战，更不宜重仓长持。好了，听到这里，这4家公司的深度拆解全部完成，但知道他们是谁，只是第一步。投资的关键在于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在让我们站到更高处，从定位、成长性、护城河、估值和投资风格这5大核心维度进行一次终极横向对比，并为你指明最终的重仓方向。首先看定位，这决定了他们赚钱的根本逻辑。CRWV 是资源整合型，它的角色就是英伟达的头号算力搬运工。MBIS 是技术合规型，目标是成为欧洲版的 AWS IREN， 是能源壁垒型，从最底层的电力资源卡住算力的脖子。APLD 是基建服务型，是给前面这些巨头搭台子的卖铲人。接下来看他们的成长速度和护城河深度。CRWV 成长性最高，爆发力最强，但它的护城河也最依赖和英伟达的绑定关系，变数不小。MBIS 成长性很稳健，它的护城河也最独特，最牢固是技术加欧洲合规政策的双重保险。IREN 在成长和护城河上很平衡，既有稳定的扩张速度，电力资源这个硬壁垒也让对手很难超越。APLD 的成长性受行业周期影响很大，它的护城河也是最浅的，客户一旦流失，业务就会动摇。第三，我们来看估值，这是决定买卖时机的关键。CRWV 的 PE 最低，利润路径非常清晰，估值吸引力很强。MBIS 的 PS 只有5倍，在整个欧洲云板块里都算是价值洼地。IREN 的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因为它还在扩张期，市场给了它一定的想象空间。APLD 的估值相对偏贵，属于讲故事的估值，一旦市场降温，回调的风险最大。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从风险调整后回报的角度来对号入座。如果你是看重长期复利的价值投资者，相信底层资产的力量，那么 IREN 是你的最佳选择。如果你是追求稳健增长的成长型投资者，那么 MBIS 在成长性和确定性之间提供了最佳平衡。如果你是能承受较高波动的趋势投资者，那么可以小仓位参与 CRWV 的行业 Beta， 但需要密切跟踪。如果你是擅长把握行业周期的交易者，那么可以关注 APLD 的波段机会，但它不具备中重仓的价值。所以我的最终投资价值排名是第1位 ，IREN 护城河最深，最具长期持有价值，是真正的压仓石。
第二位 MBIS 商业模式稳健价值洼地，是组合中的稳定器。第三位 CRWV 高弹性、高不确定性，可作为组合的期权部分。第四位 APLD 缺乏长期投资逻辑，不建议参与。投资是认知的变现，在这个 AI 算力爆发的时代，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定位比涨幅更关键。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深度思考，如果只允许你重仓一家公司并锁仓3年，你会选择谁？请将它的代码打在评论区，你的选择或许就会成为我们下期深度剖析的对象。如果本期硬核分析对你有所帮助，请务必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下一期我们将潜入 AI 深海，寻找 AI 应用端的现金流之王。我是 Leo， 感谢你看到这里。万资拆解只会帮你看清市场里的真信号。拜。